谢谢节目组邀请我，这个节目从第1季我就看了，超喜欢傅航的，他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去年猴哥火了，今年换猴姐了，谢谢。今年呢，我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都说我情商高，爱客套。可是我真的没有。我今天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真诚，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些选手，也非常喜欢周星驰先生。以上3句有2句是客套的，你们猜是哪2句？今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们在户外录制嘛，所以我们都会到，比如说各个地方海滩啊、高山啊。我曾经在昆仑山上唱歌，海拔好高哦。高到比我的情商都高。然后我跟这个罗雨彤姐姐还有一个舞台，我们就在昆仑山的山顶上开车，很潇洒，对不对？大家还管我叫昆仑山车神。但是为了画面好看，让我要保持匀速20迈。20迈耶，那个陡坡溜车都不止20迈。导演跟我讲，他想要拍出一种末路狂花的感觉。我想说什么狂花开20迈啊？感觉这种狂花就是在末路上会等红绿灯，这也太礼貌了吧！不愧是我侯佩岑。参加这些节目真的给我收获很多，尤其是姐姐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我们互相托举，也有很多的力量。像我的好姐妹管乐，她不仅托举了我，她也在拉票的环节把我抡了起来。女性的确是非常有力量，特别是上肢力量。像我长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在宿舍里面过集体的生活。那宿舍的生活非常开心，跟姐妹们一聊就会聊到很晚。为了不耽误第2天的这个排练，我们都有给自己约法3章：1，12点以后不要聊天；2，1点之后不要聊天；3点了最多聊到4点。你看吧，中年人真的较少。参加节目之前，我其实有很多的顾虑。好在我家里人对我很支持，我的2个孩子也会看我的节目，就学着节目里面的姐姐叫我姐姐。他们还会帮我编舞，在地上翻了2个前滚翻，跳起来说：“妈妈，你能跳这个吗？”我一直很难拒绝别人，但好在孩子不是别人。我跟他们说，这个妈妈的确是做不来，女性可以托举，但尽量不要翻滚。40加的妈妈有再出发的勇气，但是40加的妈妈也有一些腰肌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会下降，但是我们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可能性。我录这个节目真的很开心，而且我还获得到一个幽默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我就真的受之有愧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幽默大师的门槛很高的，比如说郭德纲老师、周星驰老师，还有马东先生。这里面有2位是真正的幽默大师，你们猜谁不是？你好，郭麒麟，听说你认识郭德纲老师，对不对？还凑合啊！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刚刚那件事情告诉他，让他可以安慰一下马东？对，你告诉他，他不是。最后，今天作为气氛组，也请各位选手相信我的礼貌。我不仅可以没苦硬吃，我也可以没梗硬笑。我都47岁了，还可以乘风破浪，大家也别怂。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突破自己。发挥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自己，你们一定都可以活到47岁的。加油！感谢大家，我是祝福大家长命百岁的侯姐。Hello， 大家好。我是万妮塔，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
听说今年有一个很猛的新人叫嘻哈，说今年嘻哈很厉害，我还想客套一下，我说，也就那样吧，就还行。实在不好意思，嘻哈老师，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我绝对会帮你向外面说，今年所有的脱口秀演员都干不过嘻哈。话说大家有看隔壁的节目吗？对，新说唱2025，我当上导师了。但其实我第一次做导师席是大概5年前，新说唱彩排的时候，我偷偷坐过亮颖姐的椅子。我告诉我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位置。如果做不到，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还好成了导师，家里人也非常的高兴。今年母亲节，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水晶的吊坠，本来想买项链的，但作为导师，不能因为我们2个很熟就把项链给她。现在大家都叫我说唱武则天。其实是我之前为了押韵写的一个歌词 ，My flow 游离在你骨骼间，我是中文说唱武则天。没想到说话这么灵，还好当时没有乱押韵，随便押韵会产生 problem。但凡我写成说学逗唱赛于谦，今天现场咱辈分就乱了。见到岳云鹏老师，我说来了哥，他说是的，大爷。冒犯了岳老师？没有。毕竟咱们今天的主题，这场的主题是说出来又如何？其实我只是在台上比较有攻击性，我台下呢为人和善，很讲礼貌，老娘素质超高。我不是那种会当面呛人的 rapper， 我嘴比较笨，别人如果惹我的话，我一般当下都不反驳，然后回去写一篇小作文。我做人就是这个样子，能动手绝对不会动口，因为不写出来的话我会憋死。我可以跟这个人有过节，但我不可以乳腺结节。那虽然我有一些点评的经验，但今天过来我还是非常忐忑的，因为点评脱口秀并不是我的专业。但导演说没关系，其他几个也不专业。专业的都在舞台上比赛。总有人说我们说唱比赛 battle 起来是非常狠的，火药味很重。那我看你们脱口秀才狠吧？你们选手 PK 起来也有点真的没人性，年轻的也打，上学的也打，老的也打，残疾的也打。听到你们有复活，我都害怕打这么狠啊！今年当导师，我很想好好的帮选手，因为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起初我刚刚开始玩说唱的时候，天天在家里鬼吼鬼叫，我家里人就让我出去。他们不懂说唱，但知道这个东西属于街头。那个时候只有我妈妈支持我。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好，那我说我想学画画，我妈妈就借钱让我去学。我说我想读大学，我妈又多打了几份工。后来我说我想搞说唱，我妈沉默了。她说你搞说唱读什么大学？开玩笑啊，一句玩笑话。其实现在的 rapper 学历都挺高的，但我妈妈当时不理解，她说还能再供我2年。就是那一年，我写出了《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晚上》。对，就是这首歌。火了之后，我看我妈天天在家里唱这首歌，我非常开心，因为那些年全靠我妈妈的托举，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愿意给她所有，除了项链。
但我觉得无论是说唱还是脱口秀，最重要的是还是自我的表达，表达出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像我这种不是很会说的，那就说唱出来。那么这里希望大家能向上，绝不向下，能做大就想个办法。With my squad， 长城称霸就是叫你怕炮狂烂炸，Yeah baby。谢谢大家，我是万妮达。大家好，我是陈明飞，我现在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啊，住在学校的8人寝室里面。我们学校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寝室的住宿质量呢，就把它划分成了4个小隔间，所以我们宿舍现在既有8人间的拥挤，还有2人间的冷漠。整个宿舍是一种相看两两厌的感觉，真的很冷漠。我们那个301家人群里从来没有人说话，只有群收款。关键也不告诉我为什么收款，也没有人去问。我这想哪天我要缺钱了，完全没有互帮互助，一人一个垃圾桶。30几平的房子里面8个垃圾桶，我在上海一条街上都最多见到2。一人一个垃圾桶，你们屋里总有垃圾。宿管查寝说你们屋里什么味儿呀？我说可能没有人情味儿吧。2人小屋关系还可以啊，但这学期也有自己的矛盾。我室友这学期突然染上了一款枪战游戏，而我这个人吧又偏偏不太懂事儿，需要睡觉。有一次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说哥们儿，我有点神经衰弱了，能不能先让我睡1个小时，睡醒你再接着玩？他说那这50个人质谁来替我救？我感觉他的脑回路跟我们宿舍的垃圾桶一样，有8个。现在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他的 AK。我身在和平年代，心有战后创伤。也试过戴耳塞，发现没有什么用，因为打枪战的人他不光声音大，他的语言体系还非常的单一。顺利的时候他会反复问对面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你错了吗？不顺的时候他会说哥们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耳塞会吸收70%的音量，我躺在床上就感觉有人在跟我耳语。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吾日三省吾身。宿舍有些冷漠和一些负面情绪，大家都想跟亲戚朋友骂一骂舍友，我觉得能理解。但我是一个北京人，我只会普通话。我骂他们透明，他们骂我加密。就算我舍友坐在我床边，对着他爸妈激情四射的辱骂我，我也很难确定他在辱骂我。有时候我都听到我的名字了。到我这儿就完全不一样，有时候我都没有辱骂我的舍友，我就给老家朋友打了个电话，一不小心没戴耳机，开的外放。我朋友说陈明飞，你那傻帽舍友还天天唱歌吗？我说我舍友唱歌不傻帽。后来时常会反思宿舍关系怎么处得这么差。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是一个很外向，跟谁都很自来熟的一个孩子。我记得小学那会儿，老师为了阻止我上课说话，会专门把我们班最不爱说话的同学全放在我周围。朋友们，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每天都很开心，老师就很不开心。老师就会说：“陈明飞，你们几个要是再说话，就都给我出去站着。”朋友们，一个人出去站着叫罚站，一群人出去站着那就提前下课了。
小学生活就是不想上课就说话，一说话立马能下课。表达总有正反馈，你就特别爱表达。那是怎么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呢？因为表达不可能总有正反馈。我记得我中学那年看了一起社会新闻，是有一个性骚扰的案子，那个受害者跟我的年龄很相仿，我看完很愤怒，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种性骚扰和恋童癖的人都应该去死。当时同学也不转发支持，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有一点尴尬，但我觉得值得。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为了这种东西勇敢的、正义的去表达，就应该这样。很多网友也是这么想的。经过我们2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案子终于辟谣了。警察说这个案子是一起仙人跳。当时那个心情就格外的复杂，因为首先我们能承认，能被仙人跳的人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你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冤枉坏人了。那是表达欲第一次受挫，你感觉你以为你是帮助了一个人勇敢的发声，最后发现其实你被这个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很不好。这就很像赵云7进7出救出了阿斗。然后刘备告诉他，这其实是曹丕。赵云就很勇敢地参加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所以为什么都说子龙一身都是胆？因为可能确实没有长脑子。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影响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很想说话去解决问题或者拉近关系的时候，我不敢说话，因为我怕我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比如有时候我很想问我的舍友，你天天打枪战声那么大是没有功德吗？我又怕他说，因为我10岁那年在战场失去了一个战友。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很失望，有一天就是感觉原来社会新闻你都敢勇敢说，现在宿舍冷漠你都不敢说话了。就在宿舍群里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咱们关系其实处的一般，平时要不要多聊几句什么的？发完我就后悔了，我特别怕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有自闭症，我说那我太不是东西了。但好在没有人这么说，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理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没有人理你是非常尴尬的，我就想怎么能让他们理我一下，怎么能让他们回复我一下，我就发了一个群收款。然后再也没有尝试过沟通。我现在依然相信没有不爱说话的人，但会有很多对表达失望、不愿意再表达的人。在一次次辟谣里面，我们就真的慢慢分不清那50个人质是真是假。所以有时候也请宽恕身边的沉默，或许我们也曾是最爱说话的人。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大家好哈，今天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说出来又如何？说实话，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你知道吗？当这么多人面呢，怎么好意思呢？我想当明星，朋友们很羡慕，真的很羡慕，很羡慕。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庞博、付航出来的时候，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庞博啊，付航，我想要的不止于此。我想要特别疯狂，在大街上走，突然有人认出来啊，小北。很想火，朋友们，很想火得匪夷所思。我很想火成拉布布。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林娜贝尔，你知道吧？我想火的，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小北脸；第2个热搜，微博崩了；第3个热搜，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第4个热搜，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你知道吗？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啊！不仅是因为产品好，还是因为它从洗单衣就陪伴我一直成长。当然了，你虽然找我代言，我要保持低调，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我也是真的好茶。
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你说说还得了啊？朋友们，我想火成什么样子？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批评我2句，我也不在意，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哎呀，而我没有这样的粉丝啊。回去吧，回去吧。没有这样的粉丝，朋友们，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还会把我推出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啊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有的演员跟我说，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我不是。朋友们，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你说我是普通人吧，我能上综艺；你说我是明星吧，我1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还得2选1。我真的是不算明星，朋友们，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对我都很在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刚进那个片场，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说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小北老师好。当时没走2步呢，已经桃李满天下了。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刚才坐在休息室啊，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我说都行。他又特别贴心，点了一杯美式，点了一杯拿铁。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他说他也都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我就最后没办法了。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中间休息的时候啊，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因为我是主角嘛，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朋友们，很舒服。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吹着空调，看着车里的零食，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朋友们，说实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你知道吧？我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我赶紧跟司机说：“我师傅，赶紧把门关上吧，赶紧。”人都变善良了，你。朋友们，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啊？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我说对呀，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朋友们，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他们只夸我低调、热爱运动，你知道。朋友们，人总被夸就很难听进去那种批评的话了。我第1赛段输给了门枪，工作人员都安慰我，他说：“哎呀，北开场确实不容易，这个票是容易受影响。”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他说：“小北啊，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我就反思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我就有点生气了。他跟我说：“北啊，你消气，忠言逆耳。”我说：“哦，逆耳就是忠言是吧？那我有句话跟你说，滚！”给我气的。但我这个朋友追星，朋友们，他虽然不心疼我，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有时候跟我讲，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小北，明星很辛苦，每天通告很多，作息不规律，熬夜，连续加班，甚至会脱发。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啊！你不强调这个职业，我以为是程序员呢。哎，他说真的很辛苦，明星很多平时的这个压力大，很容易焦虑、抑郁。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抑郁啊！啊，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抑郁。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没红又得了抑郁症。我说明星不容易，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啊，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啊，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就是挺好的，但不用心疼明星，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大家相信我，因为我当过明星。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哎，嗨，朋友们，你们好，我叫辛博。我32岁了，
32岁是同龄人结婚的高发期。第一波结婚的已经开始陆续2婚了，甚至还有3婚。结婚证又复发了。经常在微信上收到婚礼请柬，那种电子请柬收到过吧？作为一个被邀请的人，我只关心什么时间在哪儿办。但想了解到这些信息，我必须得先看一组新人大片儿，没法跳过，咱们就得被他们的爱强制爱。翻了半天，7月2号在秦皇岛阿那亚拍的这组婚纱照。我说你真行，去得起阿那亚，去不起图片水印。那照片怎么说呢？真好看，真甜蜜，但有的时候也真不像啊。我生活里也不长这样，我都眯着眼睛往后滑，滑到最后还是一个植入的广告按钮，叫“我也要制作”。谁会看完别人的婚礼请柬就说：“我也做一个。”我做啥？我作茧自缚啊！我觉得这种人生大事它不能太商业，那是不是墓碑上也可以刻“我也要一杯”？第2杯半价，收藏打卡，升杯。要免广告得做请柬的人办会员，我研究了一下啊，婚礼请柬的会员分2种，一种叫包年会员，一种叫终身会员。婚礼请柬的终身会员，就没盼咱们好，活到老结到老，倒是适合那些结婚证高发人群。还能发弹幕，我不喜欢婚礼请柬里边的弹幕过于和谐。咋就没人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看吗？他们不离婚，真的很难收场。接。电子请柬最让我讨厌的是它能转发，收到过我前任的，他没给我发，但大家应该都有那种共同见友，谁能不好奇点点？我也转发，发给我爸，用他的手机发弹幕。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新郎不好看吗？快乐持续到见友给我转了一张截图，我才知道这玩意儿后台有个功能叫谁看过我。图中显示辛博第15次查看了你的作品。我就是他婚礼请柬的榜1大哥。还有转发记录。辛博爸爸。通过辛博的转发查看了你的作品，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微信名，可能是知道了我要上节目。以前他叫不慕虚荣。我说爸，你应该改叫慕容复。相比于之前的邀请方式，我觉得电子请柬是不是有点过于方便了？就导致那些不该给我发的人也给我发，平时都不熟，完全不联系，吧唧一个请柬给你发过来。前几天收到一个算是同学，一起在驾校学的车，
一个请柬加条语音，老同学想你了。我能收到微信里每一个人呢能产生对话框的都能收到，应该也包括文件传输助手。拉黑他不过瘾，我也要制作，我也给他发，给他冲洗。老同学，我在婚礼也很想你。但如果都这么方便了，还没给我发的，那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凭什么，对吧？大学室友，我也想不明白为啥有些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了。我可以不来，但你不能不邀请我，非常内耗。点他，朋友圈分享一个文章：大学室友，你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仅对他可见。分享一首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亲口唱的。我怕他没有会员，没有反应。随着婚期临近，我愈发的心烦意乱。小某叔说这是婚前焦虑的表现，要我积极备婚，有问题直接跟我的新郎沟通。我鼓足勇气去跟他说为什么不请我，他说发群里了，你没看见吗？我说什么群？他就撤回了。我看见了，跟我说我结婚来聚聚呗，我也不知道咋回，还是输入法比较了解我。刚打出了祝你，就联想出了早日康复。但回想，就算他第一个就邀请我，又如何呢？我也得在心里边先量化我们的感情，还值多少钱，减去差旅成本。如果是正数，那就是礼金；如果是负数，那就是来不了。他的大喜之日就是我的出差之时。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派我去一趟巴塔哥尼亚。婚礼邀请好像对双方都是一件很难直接表达真实意愿的事儿。我想好了，以后我做请柬我就不放时间地点，这样能让大家多看几遍我的新人大片儿。哎，是我划过去了吗？最重要的，它也是筛选，因为真正想来的人会问我，不想来的人我也不想追问，因为我有访客记录。我需要终身会员。谁看过我还没问我的，那我肯定得记他一辈子。谢谢大家。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说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嘛。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说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
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就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但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的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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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是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还要检查，对吧？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啊，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定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什么概念？就是1/5。
5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啊？5分之一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啊！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的祖籍是在农村哈，然后我们村主要是种花生，但我这个人呢，花生过敏。其实我从小生长在城市，本来不用吃那么多的花生，但我爷爷奶奶年年给我寄。儿行千里，虽远必诛。他们寄了，我也寄了。我小时候一吃花生就会想流眼泪，父母以为是烹饪方法的问题，用老家榨的高纯度花生油给我炸花生吃。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自幼体弱多病。家里就鼓励我没事的时候多运动。但过敏症状是这样的，它的症状会随着体内血液循环速度的加快而逐渐抬高，所以我越运动身体就越差，身体变差，家里就让我多运动。后来跑着跑着，我说妈，我好像看见我太爷爷了。我妈说心脏不好，咱就多吃点花生呗。高一那年终于扛不住，第一次休课了。当时是在放学踢足球，第一次休课，不知道身体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不对，想赶紧背包回家。走到学校门口，麦当劳扛不住倒在地上，路人一看，汉堡中毒了，洋垃圾毒害中国人。服务员一看，肯德基派来的吧。店长很仗义啊，他其实可以不用管我，因为我没有倒在店里，但他冒着风险把我救了。我后来真的很感激，给送了一个锦旗，麦当劳救死扶伤，巨无霸妙手回春。然后就把我拉到了医院，打了激素，抽了血，做了检测。医生说你是花生过敏，最好不要吃，吃了饭后1个小时千万别运动。我当时听着如此精准的作案手法，又看了看我爸妈，感觉故乡的花生米正中我的眉心。医生就说你们家以后做饭就不要再用花生油了，我们家就换成了大豆油。用了1个月，发现我大豆居然也过敏。我家里就陷入了困惑，我爸说要不咱试试转基因的呢？我说是要转我的基因吗？这些年父母就有点愧疚，老跟我说感觉对不起我，不小心喂我吃了10几年的慢性毒药。我听完心情就很复杂，因为一方面我真的不怪他们，我们村祖祖辈辈都吃这个长大，都没问题，换我也想不到孩子会有这种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吧，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我爸是一个山东人，我妈是一个河北人，我查了一下，跟潘金莲、西门庆是一样的配置。总有一个人在提供毒药，一个人在负责熬制，就为了送走家里的大郎。
我跟故乡的格格不入，还体现在一些观念性上的问题，总会有一些奇怪的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爷爷奶奶之间。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爷爷跟我说：“大孙子，你学习成绩好，就是因为你太爷爷埋的特别好。”我说：“怎么我内卷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太爷爷躺平帮我解决了？”我爷爷就说当年下葬那会儿选的分风水好，叫状元坟，说我靠这个分能轻轻松松上清华北大。我不理解我爷爷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信了这个逻辑，我也很难想着感谢我太爷爷，我应该只会想用我更多的祖宗实现我更多的愿望。我说爷爷，其实我还有几个愿望，你能再为我燃烧一把吗？我发自内心是不信宿命论的，但我发现真到考试的时候，又很难克制自己对这个分的喜爱之情。他至少让我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我同学问陈明飞：“你今天怎么这么自信？”我说：“因为哥们儿，下面有人。你10年寒窗，哪比得上我几代人默默无言的沉淀？”他说：“这么狂，你是给人塞钱了吗？”我说：“哥们儿，钱多了烧的呀。”就因为有这个状元分，中学几年一直非常的自信，直到我高考那年，村里修路，把我状元分给刨了。我说：“谁把我的宝藏人脉带走了？”当时要开棺，然后迁到新祖坟，发现很多祖宗埋太久了，棺跟遗体都变成泥土，没法再真的完整的扛到新祖坟了，就搞了一辆挖土机。很多乡亲没用过，开的不熟练，那个铲斗啊晃得跟颠勺一样。我的祖宗走一路掉一路。那年我的1模2模高考成绩啊，也走一路掉一路。后来高考分出来，差了1分，没有考上清北啊，但是我知足了。确实知足了，因为我知道我太爷爷他已经尽力了。一个破碎的你，怎么保护一个破碎的我呢？但我觉得如果能重来啊，我会跟着那个挖土机，他一边抖我一边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拿个扫把收集我的清北碎片。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遗憾，因为我感觉就差一点没考上，跟真考上其实是差不多的。直到我参加了一场线下的脱口秀比赛，那个俱乐部的推文是这么写的：本次比赛的选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清华北大和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明飞。我说好像不太一样啊。但那次比赛结果还挺好的，战胜了所有清华北大的选手，而且就多了1票。我当时看着那1票，我说：“是你吗？”但太爷爷，你帮错比赛了呀！谢谢大家，我陈明飞。谢谢，今年终于上来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陈先生，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
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我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他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一下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
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卓琴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的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最后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得动次打次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2条秋裤。谢谢大家，嘻哈。